民进党是认真在对岸搞网军，所以这几年美国的教官全面进驻到台湾国军里面去，当然也包括网军糟透。国家受实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卡西鲁这件事背后是中美博弈的新一轮，这一轮对决里面看起来中国大陆逐渐占据上风，同时对内部的降级清洗，而台湾继续帮助美国网络攻击，所以怎么样来下架民进党就很重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因为蓝营的大佬说到中共介选，所以你看哦，《自由时报》幕后中国亲自操刀议员网军，力恐郑丽文打击郝龙斌，到现在啊风中凌乱不止啊哦，那写了很多内容啊，什么各四台系统认养啊哦，中共禁我跟你讲啊，全部都在鬼扯啦，给郑丽文捐款辅选等等等等，中国打击力道之大哦，相关人士暗示下选前接受中天访问，主动澄清自己没有指中共介选，然而完全没有影响中国及协力者攻击力道，也造就了这场选举的最终结果。好，问题来了，中共真的介选吗？我告诉大家，真正在打网路的是谁？是台湾呐！10月10号的时候，台湾又有3个网军被抓到，大陆称之为台独网军呐，公布3人照片，依法扬言终身追责啊！中共国安部指控我军方结合网军蓄意挑起两岸对立，并罕见公开3名相关人士全名与清晰照片，反宣传破坏活动，宣传台独歪理邪说。报道点名36岁林姓女子为国军军情3处中校勤战官，她直接指挥王氏演艺艺术公司对中国展开反宣行动。该公司负责人王姓男子与台南办公室负责人陈姓男子被邻居指挥下撰写反宣方案，就是反动宣传制作报告并散播煽动分裂言论，什么就是台独言论歪曲史实，宣传法理台独，在网络上散播台湾主权属于联合国的荒谬歪论，而且煽动对立情绪，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有没有看到谁有网军啊？大陆有没有网军是据悉，结果呢，台湾的网军是直接被大陆逮个正着，还给你公布姓名、公布身份证字号。这背后其实是10月11号，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依法发布征集台湾星战大队18名核心骨干违法犯罪线索悬赏通告单。台湾星战大队18名啊，日月谈天独家曝光，央视旗下微信号，而且呢，5家企业是国军星战大队的外围志愿大队，包括诚毅科技、大树软体、迪泰威科技、数位奇迹科、思想科技等公司。所以谁在搞网军？你看它包括公布了你这个星战大队的反宣传的网址啊，提供诚毅科技。据了解，该公司搭建了星战大队针对大陆的反动宣传网站。岛内爆料指出啊，该网站建设是2019年星战大队一中队萧家和与该公司具体对接，萧家和正是公安悬赏通告所列的18人之一啊。所以是整个系统被大陆给查出来。大树软体有限公司，该公司在舆情分析领域生意火红，承接了星战大队大数据作业系统租赁项目建设。岛内网友发来影片显示呢，该公司负责人在台美吹嘘一条龙打造 AI 策略解决方案，可能会与星战大队在 AI 领域有更深的合作。再来第3个。迪泰威科技消息来源称这家运营20多年的公司有点神秘啊，长生老破小啊，还以高价承接星战大队卫星设备保养方案，但实际开展的却是舆情征收系统项目的建设工作，怀疑其是台军用来洗钱的工具啊。很厉害啊，真的。第4个，数位奇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以天价承接了星战大队美工编辑软体采购项目建设，但一想到那核心要素不全、基本功能缺失，美工连5毛特效都不如的反宣网站，不知道是不是藏着黑社会大戏，这个可能背后是转钱用的吧。还有呢，思想科技有限公司，马来西亚企业在台湾的分公司承接星战大队征收系统及大数据系统等项目的建设，所以你哪是认真在对岸搞网军啊？其实呢，跟美国长年以来啊，在大陆搞网络作战是有关系的。最近大陆这边发布了一个新闻，国家安全机构破获美国国家安全局重大网络攻击案这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近期国安机关破获一起美国重大网络攻击案，掌握美国国安局网络攻击入侵中国国家授时中心铁证，粉碎美方网攻窃密渗透破坏的谋图全力守护北京时间安全。这个国
家授时中心是大陆呢作为北京时间产生、保持、播发的任务。因为这个国家授时中心呢在西安它主管的是通信、金融、电力、交通、测绘、国防等所有领域的高精度授时服务。而且呢，还为测算国际标准时间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相关设施一旦遭受网络破坏，将影响北京时间的安全稳定运行引发网络通信故障、金融系统混乱、电力中中断中应。你说它电力有什么关系呢？我跟大家说，电力呢需要实时的校正它这个电力的这个波段这很重要。那经过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美国安全局针对国家授时中心的网攻蓄谋很久了，是递进式体系化的，也就是说它是不断在推进，而且是成系统化的作战。简单来讲，想从内部搞中国大陆再来利用在菲律宾、日本及台湾等地的技术阵地发动网攻，有没有看到？关键来了，我为什么说所谓的台湾网军在幕后这件事情郑丽文的这个攻击真的是大陆的网军吗？难道不是民进党操作的吗？你看这里就讲出来了，进行阵地发动网络攻击。所以在台湾很多带网络舆论风向的，会不会是民进党利用美国的技术？他都已经把台湾当作什么技术阵地了？你这个技术阵地就在台湾，难怪台湾这几年网军蓬勃发展同时美方还贼喊抓贼，屡屡渲染中国网络威胁论炒作他国所谓中国黑客攻击事件，制裁中国企业，起诉中国公民，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铁的事实证明，美国才是黑客帝国，网络空间最大乱源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事情搞了老半天美国在背后知道网络作战这一块，台湾竟然是海外阵地。所以呢，为什么大陆老百姓这几年对台湾人很不爽？什么都有你台湾参与的份，什么事情都跟你台湾有关系，连授时中心这种会出人命的你都拿来做网络攻击阵地，谁配合？民进党政府是不是全力配合为什么网军会被越抓越多你在这里面是配合美国在进行对大陆进行网攻你台湾不但不进行两岸和平交流，还变成打击对岸的重要跳板。那如法炮制中国军方61398部队参与网络攻击的虚假指控，然后呢就说哎呀你不谴责中方，不谴责俄罗斯网络攻击行动还甩锅嫁祸。民进党上台以后，台湾真的成为美国对中国进行攻击的棋子，非常的糟糕，你知道吗？这不是在增加两岸仇恨，什么在增加两岸仇恨？这不在增加两岸对立，什么是增加两岸对立？那你这个民进党就是在把台湾人的后路给斩断所以为什么说2025、2026、2028这是很重要连串式胜利你必须在25年大罢免大成功的基础上，往26年让民进党再大失败一次，到28年彻底的推倒民进党跟赖清德，才能阻止这一切嘛？不然现在根本就是开放这些网军的设施基地，公然的提供给美国来使用嘛。所以我才讲那理念，各位，今天两岸要维持和平的关键不在北京，在台北。北京他已经忍受这么多了，你台湾作为美国秘密部署的网军基地，而且是性质极其恶劣的攻击国家授时中心，这个会出人命的。这么恶劣的一种攻击，你自己看人家怎么新闻的，是菲律宾、日本、韩国以及台湾，不是把台湾摆在第一个位置，还是给你台湾一点面子，让你躲在后面。所以我才讲我们在台北要做些什么，我们在台湾要做些什么，我们一定要阻止民进党所以我一直为什么讲，你自己看解放军9个上将被双开，你知道这里面有谁吗？这里面竟然有何卫东我的天还有苗华这是超级大咖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9个上将被开掉。当然台湾的学者解读就很有趣是反习派界带病提拔逼习近平辞职笑死，乱讲一通。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洪耀南这也是民进党 的这个智囊嘛失踪权位前重建军中机构清洗9将重建军委，大老虎树立威权，到底是巩固权力还是要逼洗倒台你民进党也稍微统一一下吧你们说法可不可以？你看自由时报跟洪耀南他们所讲的又不一样。可是呢这个背后我们讲到这个事情其实为什么受到那么大的关注？因为最近这一阵子的中美博弈，贯穿其中的就很简单嘛，也就是目前来说，台
台湾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意图制造两岸的对立，并且让两岸和解的力量没办法出现，所以这股神秘的力量贯穿其中，而对岸现在正在整军建武，然后呢，稀土当中这个作战逐步占据上风，所以我才说我看到这篇自由时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细思极恐啊！谁在操刀攻击郑丽文？我就一直在想，台湾这几年为什么网络攻击这么样的频繁，而且我们到底是哪来的底气敢这样干？就原来背后是这样的一个状况。